各位朋友大家好，新年第一期，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呢是有关于一个家族的兴衰。熟悉蒙元历史的人对这个家族的名字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叫博尔济金氏家族。如果这个名字你不太熟悉的话，如果你有熟悉清史的话，那么对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也肯定非常熟悉，叫博尔济吉特氏，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孝庄所出身的部族。在满语中，博尔金氏就被称作博尔济吉特氏。除了这两个名字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富有金属光泽的名字，叫黄金家族。毫无疑问，在公元的13世纪以至14世纪，黄金家族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一个家族，他拥有的权势财富举世间无人能比。同时在草原中，这个家族也有着崇高的威望。草原的人们深信，只有黄金家族的人才可以出任大汗之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位铁木儿，虽然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呢，他也从来不敢称自己为大汗，只能称自己为埃米尔。埃米尔呢，有统帅、长官、总督的意思。现在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比如说科威特、阿联酋，还有这个职衔。现在的埃米尔就相当于国家元首，他可以任用首相，但是他不是皇帝。所以铁木尔后来才要迎娶一个东察台汗的女儿，这样他就成了黄金家族的女婿，可以让他在欧亚大陆的征服和统治变得更加的名正言顺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金的皇太极在用武力征服了蒙古各部以后，还要先后迎娶几位出身于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作为他的皇后或妃子，因为科尔沁部就是黄金家族的后裔。这样皇太极和铁木尔一样，也就成了黄金家族的女婿。皇太极在用武力取得了道统以外，又通过这种联姻的方式，在法统上成了蒙古草原的新主人。黄金家族这称谓在蒙语中是被叫做阿勒坦乌鲁黑，其中阿勒坦有金的意思，也有汉语中的玉的意思。而在草原人心目中，金与汗位是密切相关的，而乌鲁黑是后裔的意思，所以阿勒坦乌鲁黑也可以解释成汗族或者是皇族的意思。无独有偶，满清人的皇族爱新觉罗氏，其中的爱新也是金的意思。从这一点上来看，当年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他们都是拜金主义者。黄金家族这个称谓最早是出自于公元17世纪的一本史书，叫阿勒台汗。那也就是说，在公元13世纪、14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或者是忽必烈时代，他们并不称呼自己为黄金家族。但虽然他们没有这样的名，但却有黄金家族之实。那么他们称呼自己为什么呢？他们称呼自己为最纯洁的蒙古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称呼自己呢？黄金家族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这就要从黄金家族的起源开始说起。黄金家族的始祖，同时也是蒙古各部公认的始祖，是一名叫阿兰霍阿的人。霍阿在蒙语中是美女的意思。没错，这个叫阿兰霍阿的人是一个女人，她也就是成吉思汗口中经常说的阿兰老祖母，是成吉思汗以及蒙古各部的始祖母。黄金家族的始祖怎么会是一个女人呢？始祖父又是谁呢？这个女人总该是有丈夫的吧？这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阿兰霍阿确实有丈夫，她的丈夫的名字在史书中也有载。蒙古人的名字挺长，我也记不住了，我只记得这个名字的汉语意思叫不重要。当然了，这只是开句玩笑。不过阿兰霍阿的丈夫确实扮演着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这点呢有点像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生完这两个孩子不久，这个丈夫就去世了。阿兰霍阿在她丈夫去世以后并没有再结婚，但是却又生了3个儿子。虽然蒙古人在婚姻方面比较开放，但这不明不白的生出了3个儿子，不禁的就会引起他亡夫的家以及他的2个已经长大的儿子的质问，问他这3个孩子到底是从何而来呢？于是阿兰霍阿就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3个儿子其实是这么来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一位金甲的天神就从窗外飞了进来，然后就抚摸他的肚子，然后他就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位金甲天神总共来了3次，他就生了3个儿子。金甲天神都是夜晚从窗户而入，而等到第2天清晨的时候，金甲天神又迎着朝霞从窗户飞了出去。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当金甲天神进入他的卧室的时候，金甲天神身上的金光照在了他的肚子上，这样的光总共照过3次，他就有了3个儿子。不管是哪种说法，阿兰霍阿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3个孩子的父亲都不是人，所以他就对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说你们都是凡胎所生，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而我这后3个儿子与你们截然不同，他们是天神之子，将来必定会有一番大作为，他们是最纯洁的蒙古人。史书上没有记载阿兰的前2个儿子还有他亡夫的家人是怎么相信的阿兰的这个故事的，也许他们一直都不相信。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把那位金甲天神换作是一个人的话，倒比较说得通。这个男人是在晚上偷偷从窗户溜入阿兰的卧室，然后2个人经过了一番对生命的意义的探讨，到了第2天的清晨，天刚刚亮的时候，这个男人又从窗户中溜走了。这很明显是一个标准的偷情事件。阿兰所描述的金甲天神更像是一个身着铠甲的武士，而他又有可能是谁呢？阿兰是成吉思汗的11世祖，按此推算，阿兰生活的年代应该是在中原王朝的唐朝时期。在那个时期，蒙古人肯定穿不起这样贵重的铠甲，那这位穿金甲的军人又能是谁呢？唐朝时期设立了侍卫都督府，管理当地的侍卫人，而有一种说法，蒙古人就是侍卫人的后代。而且当时唐朝军人所穿的铠甲叫明光铠，明光铠大部分都是金黄色的。那么依此推论，阿兰口中所说的金甲天神是不是一名供职于侍卫都督府、身着明光铠的唐朝军人？而且如果是这名武士与阿兰所生的3子中最后诞生了黄金家族、蒙元的皇族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推论出黄金家族有汉人的血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咱们先暂且轻轻放下，一会儿再说。尽管在阿兰霍阿心目中，他的前2个儿子和他后面生的3个儿子地位完全不同，但是呢，他还是希望他的5个儿子能够团结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他将他的5个儿子叫来，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教育。他先拿出了一根箭杆，让儿子们掰断它，这根箭杆自然被很轻松地掰断了。然后他又拿出了5支扎在一起，让他的儿子们轮流去掰断它，结果没有人能够掰断5根箭杆。通过这个故事，阿兰霍阿就告诉他的儿子们，你们要团结，你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折剑教子的故事呢，是出自于蒙古秘史，但其实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这样的故事。再往前推，相同的故事甚至出现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情节基本完全相同，不过是伊索寓言中的木条变成了蒙古秘史中的箭杆，伊索寓言中的父亲教子变成了蒙古秘史中的母亲教子。那么伊索寓言的内容怎么就会流传到中国呢？这很可能是与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将古希腊的文化带到了东方，在中亚地区有一个叫片质肯特的遗址，在这个遗址中的壁画中就有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所以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折剑教子的故事从西方传到了东方。在这之后，同样的故事又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的史书中，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位大名也是用这个故事来教导他的儿子们。再后来，我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也知道了这个故事，他在教我们要团结的时候也用了这个故事。他先拿出了1根粉笔，然后轻易的掰断了，然后他又拿出了5根攥在一起，就怎么也掰不断。他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同学们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同学们听了以后都深有感触，他们都在认真的思考，不过思考的方向可能与老师希望的不一样。同学们思考的是怎么才能掰断那5根攥在一起的粉笔，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的。结果就是这位老师1个学期之内都没有见过1根完整的粉笔。阿兰霍阿的这5个儿子，他们的想法与我的那些同学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想的也不是要怎样团结，而是怎样掰断其中的意志。很简单，就是先孤立他，然后再掰断他。于是他们首先孤立的就是5子中最小的那个儿子，叫伯端察尔。在阿兰霍阿死了以后，他们将最弱的马匹
分给了他们这个最小的弟弟，并且让他独自分开居住。但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在这5个儿子中，他的这个小儿子的生活境况却是最好的，好到让他的4个哥哥都纷纷的依附于他，他倒是成了这5兄弟的中心。此后，兄弟5人繁衍生息，形成了后来蒙古的48部72姓氏。而阿兰霍阿的这个最小的儿子伯端查尔，到了他的第10代后人中，诞生了一个手握着血块的非凡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正如阿兰霍阿所预言的那样，他与天神生的这3个儿子中诞生了一名大汗。据拉施特的史籍记载，蒙古人分成2部分，一部分叫迭列金蒙古，另一部分叫尼伦蒙古。迭列金的意思是一般的意思，它指的就是阿兰霍阿与不重要所生的前2个儿子，而尼伦的意思是纯洁的意思，指的就是阿兰霍阿与所谓的天神所生的后3个儿子。迭列金蒙古与尼伦蒙古又合称为和木黑蒙古。阿兰霍阿的故事有很浓重的传说色彩，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个传说来猜测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迭列金蒙古有可能是在部落争端中失败的一方，他们是被征服者，而尼伦蒙古很可能是胜利的一方，是征服者，血统和地位都很高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最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后来蒙古族的雏形。而最早的黄金家族指的就是尼伦蒙古，那些最纯洁的蒙古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黄金家族的外延不断的缩小，先是指的是阿兰霍阿的后3个儿子，然后又缩小到他的第5个儿子伯端查尔一族。等成吉思汗出现以后，黄金家族的范围进一步缩小，特指成吉思汗与他的原配夫人博尔帖所生的4个儿子，就是长子朱赤、2子察合台、3子窝阔台以及4子托雷。而到了成吉思汗以后，第2位大汗窝阔台汗继位以后，窝阔台这支的后裔才被称作黄金家族。而等到托雷系的蒙哥继位以后，只有托雷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之所以会这样逐步的缩小黄金家族的范围，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范围真的不能太大了。黄金家族的人越多，争夺汗位的人自然也就越多，黄金家族内部的金属撞击声自然也就会不绝于耳。这可并不是蒙古的统治者所乐见的。但即便如此，已经将黄金家族的范围限制到了最小程度，但仍然不能阻止黄金家族内部的争斗。内斗也成了蒙元帝国的致命伤。当年成吉思汗要将汗位传给窝阔台的时候，他担心窝阔台会有顾虑，毕竟成吉思汗此举是打破了草原中幼子守造的传统，他将汗位传给了3子窝阔台，而不是幼子托雷。所以成吉思汗当着窝阔台的面说只要你窝阔台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他都将优先拥有汗位的继承权。所以汗位应该世世代代的从窝阔台的子孙中产生。在后来召开忽里台大会的时候，窝阔台谦虚地说如果我的后代中有不孝子孙的话，那么你们可以不让他继承汗位。当时的那些蒙古贵族们怎么说呢？他们也发了一个重誓，这个重誓还颇有创意。他们一起对着长生天起誓，说只要是从窝阔台和汗子孙中生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把它包上草，牛都不会去吃那草；如果把它涂上油脂，连狗都不会去闻那块油脂。即使是这样臭的一块肉，我们也要尊它为大汗。我不知道当时窝阔台心里是怎么想的，估计心里面已经骂了无数遍了，你们家的后代才都是臭肉的，你们全家都是臭肉。但后来怎么样呢？窝阔台以后汗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贵由，贵由没几年去世以后，又展开了新的一轮汗位争夺战。在拔哥的支持下，托雷系的蒙哥继承了汗位。那么那些蒙古贵族们曾经发下的誓言，恐怕都为了那只不爱吃臭肉的狗了吧。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反对，但面对着驻扎在哈拉河林不远处的拔都率领的10万大军，谁还敢说一个不字呢？在那时候的草原，无论誓言多么庄重，在实力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这就像草原上的狼群一样，头狼的地位永远是靠实力争取来的，绝对不会靠继承。波斯的历史学家拉施特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草原：儿子不服从父母，兄弟不服从兄长，妻子不服从丈夫，
有钱人不再帮助本部落的族长，大家一切靠实力说话。在一个社会中，当实力成为了唯一的决定因素，碾压了一切的法律、道德、秩序、良心、誓言，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就说明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丛林社会。当时的蒙古草原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状态。所以我想，如果成吉思汗的子孙没有进入中原，一直生活在草原的话，那么他们的汗位之争还会在广义的黄金家族内部之间展开，永无休止，因为这就是狼的生活准则。蒙哥继承汗位以后，虽然在他去世以后爆发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但汗位的争夺战都是在狭义的黄金家族的范围内展开的，都是在拖雷一系中展开的。到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又离开了那块草原。在以后的汗位传承中，虽然也是争斗不息，但一直只限于在忽必烈的后裔中展开，一直到了元末帝，元顺帝的儿子，他最后是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尔要了性命。也速迭尔后来登上了汗位，也速迭尔杀元末帝的地方是在草原。自忽必烈开始，汗位只在他的子孙之间传承的惯例被最终打破，因为他们又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草原就要守草原上的规矩。在别格迭尔以后，汗位又是在黄金家族内部之间来回的转手。到了公元1402年，鬼力赤杀了忽必烈的后裔，篡夺了汗位，而鬼力赤却是窝阔台庶子的后裔。其实自从元末帝在1388年被明朝的大将军蓝玉在捕鱼儿海大败以后，黄金家族的威望就大大的不如以前了。在那一战中，除了元末帝本人和他的长子逃脱以外，大部分的皇室成员、妃嫔们都被蓝玉所俘虏。那一战堪称是蒙古版的靖康之耻，黄金家族的威名不在。在以后，虽然草原上的人们还是习惯性的尊黄金家族为尊，但这种尊重更多的是权益性的和政治性的，大多是一名强权人物扶持一个忽必烈的直系子孙做傀儡大汗。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魔咒也就笼罩在了忽必烈的直系子孙当中，他们频繁的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杀害，在他们还都很年轻的时候。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没有顶着一个忽必烈直系子孙黄金家族的光环的话，或许他们还能活得久一点。由此我们也能看出，黄金家族仍然在草原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只有黄金家族，特别是只有忽必烈的直系子孙，才能成为草原的最高统治者。那么黄金家族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让他们在草原人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他们与草原的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还真的很不一样，至少从表面上看。元帝国建立以后，忽必烈仿效汉人建了一座太庙，要供奉他的列祖列宗们，这其中当然会有成吉思汗。按照惯例，太庙中要供奉先祖的画像，但忽必烈找不到一张成吉思汗的画像，不知道是因为觉得自己长得太与众不同，还是出于某种个人的忌讳，成吉思汗严禁画师为他画像。无奈之下，忽必烈就让画师照着自己的相貌画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据说呢，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忽必烈长得与成吉思汗非常的像，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看到成吉思汗画像中的那副标准的蒙古人的相貌。忽必烈是否真的跟成吉思汗长得很像呢？这恐怕也很难说吧。即使是到了我们现代社会，不是也有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断的模仿他爷爷的发型、穿着、行为举止，这样既可以借助他爷爷巨大的光环稳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能潜移默化地向本国人宣布他的继位在法统上的合理性。我记得这个家族也姓金。成吉思汗到底长得什么样？虽然他没有画像，但还是有人在当时见过他，并记录下了他的相貌特征。南宋期间，有一名南宋的使者叫赵拱，他曾经出使蒙古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据说他见过成吉思汗。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大抵蒙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5尺2三，衣不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蹙，眼无上纹路，发须绝少。而蒙主成吉思汗者，其身魁梧健硕，肤色黄而带白，广耸而双眼平阔，不倾斜，眼为青色，
或蓝灰色，身后长辫为红褐色，与族人异也。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当时的蒙古人普遍身材不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6米左右，而且也不壮，很瘦。他们普遍都是眼无上门路，就是说他们都是单眼皮，脸很大，但胡须很少。而他们的领袖成吉思汗身材魁梧健硕，站在他们中间有如鹤立鸡群一般。成吉思汗的眼睛是青色并接近蓝灰色，他长着区别于蒙古人的浓密的长长的胡须，他的头发颜色是红褐色的。总的来说，成吉思汗长得与当时的蒙古人截然不同。不光是赵拱，同样是在公元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树兹扎尼也曾经这样描述成吉思汗，说他身材魁梧高大，有着一双淡蓝色的猫一般的眼睛。更巧的是，成吉思汗所在的家族的名称博尔只金，意思恰好就是蓝色的眼睛。所以很有可能成吉思汗就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身材高大，红发蓝眼。这些特征是不是都能证明成吉思汗并不是标准的蒙古人，他是白人的后裔呢？黄金家族之所以特殊，那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白人的血统呢。我觉得在成吉思汗身上具有着某些白人的血统，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当时的蒙古人大多生活在漠北草原，而漠北草原又是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欧亚大草原又被称为连接欧亚的高速公路。历史上有很多的白人进入到了漠北草原，与当时的蒙古人生活在一起，而当时大家的风俗又都喜欢抢老婆。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成吉思汗的父亲抢来的，成吉思汗的老婆又被别人抢走过，所以成吉思汗身上有一些母系基因来自于白种人，这并不稀奇。其实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成吉思汗以及他的黄金家族拥有100%的白人血统，但他本人是喝马奶长大的，生活在蒙古草原，敬拜的是长生天。在文化认同角度上来说，他也是一个100%的蒙古人。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被我们轻轻放下的有趣的话题，成吉思汗是汉人的后裔吗？在网上我看了几篇热炒的文章，说在被挖掘的乞颜部落的贵族墓中，发现了有很多的乞颜贵族，他们携带的外染色体都是O3。O3被认为是汉族的有代表性的外染色体类型。还有的说，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教授李辉先生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中说到，成吉思汗的外染色体就是 O3。而实际上呢，从乞颜墓葬中检测了65个 DNA 样本，其中只有5个是 O3，而且这5个人还并不是贵族，只是平民。在平民之中出现了几个汉人，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这些人有可能是很早以前被蒙古人劫掠过去的，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蒙古，加入了乞颜部。至于李辉教授所说的成吉思汗具有汉人血统的有关视频或者文字资料，我呢并没有找到，但是呢我却找到了李辉教授和王传超发表在2013年6月2号的一篇学术论文。这篇学术论文呢是发表在一本英文杂志，叫 Investigative Genetics。在这篇名为《从外染色体推断东亚人类历史》的论文中，李辉教授明确地提到，成吉思汗的外染色体的类型是 C3。C3 是蒙古人外染色体的标准类型。所以说，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是从2013年到现在的这10年间，李辉先生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么我认为李教授应该首先发表文章，否定他以前的结论。但是很可惜，我并没有见到这样的论文。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孤陋寡闻。历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元朝是在公元1368年的时候就灭亡了。那一年，元顺帝仓皇地离开了大都。那一年，明军攻占大都，一个新的帝国建立起来了。所以从那以后，蒙元的历史从历史学角度来说，就被归入了北元历史。北元有3个皇帝，分别是元顺帝，也叫元惠宗。他执政了2年时间，随后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位高丽人齐皇后所生之子，他执政了8年时间，他就是元昭宗爱由十里达腊。第3位皇帝就是元昭宗的弟弟托古斯铁木儿，托古斯铁木儿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尔杀死的北元皇帝。
他的死也标志着忽必烈直系集团的首次覆灭。杀死他的也速迪尔世代居住于草原，代表着蒙古草原的传统力量，所以在他继位以后就弃用了大元的年号和皇帝称号，一切又都恢复到了蒙古旧俗。再之后又是一番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像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其中还出现了一个唯一的非黄金家族的人夺取了汗位，他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曾经在土木堡大战中大败明军活捉明英宗的也先。不过也先在位仅仅1年，汗位又重新回到了忽必烈直系后裔的手里。再以后草原上又出了一名新的大汗，他就是成吉思汗的第15代孙达延汗。他可以被称为蒙古帝国的中兴之主，一心想恢复他祖辈的荣光。他的尊号达延汗，其实达延就是大元的意思。在中国的史书中，达延汗又被称为小王子。他曾经在明武宗时期与明武宗朱厚照打了一仗，那也是明朝皇帝最后一次御驾亲征。朱厚照在那场战役中将自己封为大将军，取得了应州大捷。虽然那场战役蒙古人输了，但是并没有伤其筋骨。达延汗可以说是黄金家族最后的辉煌，在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位有作为的大汗，一直到了他的8世孙林丹汗。林丹汗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他是一个超能力的人。所谓的超能力，就是他想做的所有事情都超出了他的能力，而且他还生不逢时。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后金。那时候的黄金家族威望已经大不如以前，即使是作为广义上的黄金家族的后裔科尔沁部，也都投靠了后金。科尔沁部的先祖就是成吉思汗的那个亲弟弟和萨尔，他们兄弟2人曾经合谋射死了他们的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元1634年，林丹汗得天花而死，他的儿子额哲投降后金，被后金封为察哈尔王。从那以后，黄金家族再也没能染指大汗之位，黄金的光泽不断的变暗，正应了我们一句古话，是金子总会花光的。黄金家族的神话似乎还在延续，但此时站在最高位置上的已经不再是博尔只金氏，而变成了爱新觉罗氏。虽然都是金，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这个曾经统治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家族，连同他的帝国一起迅速的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留下了捕鱼儿海的逃亡、土拉河的背叛，以及夕阳之下的形单影只。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